前の方がいくらか人間味があるか。索隆弹头岛大战赤天使鹰眼，不愧是大剑豪鹰眼的克隆体。索隆接下一刀也感觉不简单，元气无海白二世再次出手，为了保护老人小孩，竟然暴揍无耻海军。海贼王1105集炸裂更新，随着金牌卧底司徒西暴露身份，弹头岛的局势瞬间发生了惊天大逆转。陆琪被司徒西秒杀之后，索隆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司徒西，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布鲁克以为 CP0 内部发生了内讧，司徒西吐槽陆琪：“你们的实力有多强，我当然一清二楚，毕竟我们共同合作了这么多年，所以你要原谅我。”说完之后，司徒西拿出电话重联系世家，这里是司徒西，陆琪和卡库都被我拿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研究室内部世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司徒西终于出手。另一方面，莉莉丝和爱迪生还在疯狂移动，莉莉丝准备冲出去大干一场。世家给大家解释，他说司徒西潜伏了20多年，其实他一直都是我们的人。听到世家这么说，娜美表示很开心，其实一开始并未做此打算，没想到结果却演变成现在这样。邪恶的约克又开始睡大觉，毕达哥拉斯让他振作一点。只不过博士，由于陆琪和我的指挥权限并列，对于赤天使已经下达的命令，我也无法更改，所以我也没办法阻止赤天使的行动。司徒西无奈地解释，4个赤天使锁定研究层慢慢走去。没关系，司徒西，我会立刻赶来阻止这一切。爱迪生安慰司徒西说道。随后赤天使再次攻击研究层，索隆和布鲁克开始逃跑，两人都感觉很好奇，总感觉那几个孩子看上去很熟悉。布鲁克如此说道，索隆也是一脸疑惑，我也感觉有同感，特别是那个拿着大刀的家伙。话音刚落，赤天使鹰眼挥起大刀就是一招疯狂斩击，这一击直接将研究层砍爆。莉莉丝特别生气，一边奔跑的同时一边怒吼，是要亲手教训一下这群无知的小鬼。莉莉丝的速度很快，眨眼的功夫就冲出研究层，没想到刚刚露头就被赤天使鹰眼锁定莉莉丝之后，朝着莉莉丝砍了一刀。莉莉丝发现之后瞬间被吓尿，千钧一发之际，索隆一个闪身冲过来，直接握起2把刀挡下这一击。索隆没有停下脚步，挡下鹰眼这一击之后，朝着这家伙奔去，接着就发生了开篇那一幕。索隆吐槽赤天使鹰眼，近距离一看确实很像，这家伙的长相真是太离谱。索隆怒吼着，你这家伙到底是谁？没想到下一秒，爱迪生突然冲了过来，赤天使立刻停止战斗。随着爱迪生这一声大吼，4个小家伙终于停下了行动。可惜受到爆炸的波及，莉莉丝竟然从高空坠落，好在弗兰奇及时出手，这才将调皮的莉莉丝接住。与此同时，山治也将爱迪生救了下来。索隆一脸懵逼，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？山治一个闪身冲过来，吐槽索隆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愧是陆皇的左右手。两人一见面就开始动手，在一阵喧闹的打骂声中，这才赤天使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司徒西继续向世家汇报，他说陆琪和卡库已经用海楼石绑起来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多谢了司徒西，我们准备立刻撤离这座岛，你也跟着一起来吧。世家在实验层如此回复司徒西。另一方面，路飞还在寻找波妮和苹果头大叔，没想到在关键时刻，贝加庞克本尊竟然消失不见。画面突然转到新世界斯芬克斯岛，这个岛屿乃是白胡子的故乡。马尔科突然来到这里，一群小孩围着马尔科，这群小孩给波罗头讲述一段恐怖的经历。有一群海军突然造访小岛，声称要取走白胡子留下的财宝。这群海军威胁大家，你们在这里不受法律的保护，因为这座岛屿乃是世界政府的非加盟区域。受到惊吓的小孩开始哭泣，他们说这里根本没有财宝。这群无知的杂兵非常狂妄，随后掏出长枪就准备干掉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太婆。没想到危急时刻，白胡子二世挥起大刀冲了出来，这一击的力道很大，一瞬间就将杂毛海军揍飞数米。我不准你们对我爸爸的故乡出手！3下5除2，白胡子二世就干掉了一群海军杂兵，竟然是元王下75海白二世。贪生怕死的海军杂兵扭头就跑，这群家伙逃跑的同时向上报告请求支援。元75海竟然出现在海岛之上，希望上级派遣更强的战力出手。马尔科很高兴，至少白二世保护了大家。没想到巴金女士突然出现在马尔科面前，但是马尔科，你猜后面谁来到了这里？居然是海军大将绿牛，就是他把威布尔亲手抓走的。原来白胡子二世根本不是海军大将的对手，绿牛随便一出手就将白二世秒杀。神秘的巴金老太婆对着马尔科怒吼，马尔科，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，还要必须把白胡子的遗产全部交给我。马尔科一脸无奈，真的很感谢他保护了这个村子，只不过遗产这东西……马尔科话还没说完，巴金女士再次对着马尔科狂吠，你是不是也怀疑威布尔和白胡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？这世上有一个人可以证明，如果你不信可以去询问贝加庞克博士。在剧情的最后，黄猿大将竟然给邪恶的土星老头倒茶，不愧是超级打工员，这家伙在上级领导面前的表现确实不错。谜团渐渐浮出水面，原来打工员和贝加庞克也有一段交情。